夜色如墨，狂风掠过高空，一道雪亮的尾焰划破沉寂。一架巨大的 F-15 Eagle 战斗机正在以近乎音爆的速度穿越云层，雷达锁定，导弹待发。这不是演习，而是冷战时期真实的制空主角。它就是被誉为空战之王的 F-15 鹰。诞生于美苏冷战最紧张的年代，集成了美军全部尖端科技，专为夺取制空权而生。为什么 F-15 能长达40年保持零被击落的空战神话？它凭什么成为全球推重比最高、战绩最传奇的空优战机？在下一代隐形战机登场之前，这只鹰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进化与挑战？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今天我们就带你解构 F-15 Eagle， 从冷战传奇到21世纪新使命，一代空战王者如何铸就神话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整个世界都被冷战的阴影笼罩，美苏两大阵营的空中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。越战中，美军 F-4 鬼怪战斗机虽然战绩不俗，但在实战里频频遭遇米格21的有力挑战。尤其在近距离格斗中暴露出机动性不足、缺乏机炮等硬伤。美国空军第一次意识到，制空权的竞争远比想象中残酷。正当美军反思之际，苏联突然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空中威胁——米格25胡服。这是一架以极速和高空著称的重型截击机，最大速度能逼近3马赫。美方雷达追踪到米格25超高速度穿越中东上空，甚至让五角大楼惊呼，这架飞机简直不是地球科技。美军高层一夜惊醒，现有战机体系已被苏联拉开差距，必须立刻启动新一代空优战机计划，彻底夺回制空权优势。这就是 FX 计划诞生的历史背景，目标明确，研制一款能碾压米格25的终极空优战机，让美国空军在任何空域都能拥有绝对的主动权。FX 计划的核心思想有3点：一、推重比必须超越一切，甚至要实现推重比大于1。这意味着 F-15 能在油箱抛空后原地垂直拉升，直接把爬升率写进了世界纪录。2、要有全新雷达和航电系统 ，APG-63 雷达发现即锁定，锁定即摧毁。3、专为空战而生，优先配备 AIM-7、AIM-9 等空对空导弹，彻底告别万能战机的妥协思路。在美国航空工业的大比拼中，麦道公司最终脱颖而出。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双重重型发动机加大展选比主义加全新航电，每一项指标都将空优战机推向极致。F-15 这个编号由此载入史册，鹰 Eagle 这个代号更像是美国空军向世界发出的宣言：我要让天空重新属于我。而鲜为人知的是，早期 F-15 曾经研究过可变后掠翼设计，最后为了追求结构可靠和重量控制，才采用了现在的定型气动布局。还有个有趣的细节， F-15 原本差点成为海军的舰载机，只是因为造价和定位最终转为空军专用。顺便一提， F-14 和 F-15 的编号连接其实就是冷战时期双线开发策略的典型缩影，一个守护航母舰队，一个称霸高空。除了技术参数，还有空军内部的高低搭配梗。当时 F-15 项目一出，造价高到让预算员掉眼泪，反对声音直接催生了后来的 F-16 项目。从此，空优王者加多用途小钢炮成了美军标配。今天的高低搭配其实就是 F-15 和 F-16 这对组合拳起家的。在 F-15 项目早期的宣传海报上，鹰的翅膀被画成美国国旗条纹，浓浓美漫超级英雄风，后来也成为了美军制空文化的一个符号。F-15 的诞生不只是技术堆料，更是美国空军危机感、技术力和雄心的总爆发。冷战高压下，鹰展双翅，美军用这一只空中之鹰，把推重比、制空权、高低搭配这些词彻底写进了全球空战史。而 F-15 的传奇才刚刚开始。如果说 F-15 的诞生是冷战危机下的美国空中宣言，那么它的技术参数就是对这个宣言最强有力的注脚。在所有空优战机里，
F-15堪称推重比的极限代表，它从设计的那一刻起，就把谁爬得快，谁能转得狠，谁能先发现谁写进了每一道线缆和螺丝里。F-15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2台普惠 F-100涡扇发动机，单台最大推力近11吨，2台就是22吨，飞机满载起飞不到20吨，推重比直接拉爆1比1大关。这里简单介绍一下，推重比其实就是发动机推力和飞机自重之间的比例。如果推重比大于1，意思就是发动机产生的推力比飞机本身的重量还要大。这代表什么？只要油门拉到底，飞机完全可以原地垂直向上爬升，不需要借助机翼升力或滑跑助力。这是喷气战斗机的超级性能，极大提升了爬升率和机动性。而 F-15只要油门拉到底，就可以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，实现全球第一批无限制爬升的战机。F-15的最大爬升率高达每分钟超过15000米，换句话说，从跑道到10000米高空不过2分钟。F-15的大展悬臂主翼结合高尾翼设计，能让飞机在大迎角、高速和低速状态下都能保持出色机动性。大展悬臂主翼其实就是说 F-15的机翼又长又细。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？一方面能让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减少阻力，另一方面在低速或大角度飞行时也更稳定，机动性更强。简单点说，就是翅膀拉得长，既能快还能拐弯不失控，空战优势非常明显。很多飞行员说 F-15转弯时像极了在天上甩尾，极限状态下还能做出瞬间高技拉升，把追在后面的对手直接甩飞。有意思的是， F-15还采用了传统机械操作加先进液压助力的方案，一套被打坏，另一套仍然能驱动，这样即使遭遇损伤依然可以带伤回家。这也为后来的断翼返航埋下了伏笔。F-15最早配备的 APG-63 雷达是世界上第一批全固态多模式雷达，能远距离追踪多个目标，并实时计算空战拦截弹道，配合 AIM-7 麻雀半主动雷达导弹、AIM-9 响尾蛇红外导弹，让 F-15真正实现了先发现、先开火、先击杀。更别说后期还陆续升级了数字航电、座舱显示、自动数据链，成为那个时代最聪明的空优战机。F-15的最大载弹量超过7吨，可携带多种空对空导弹和副油箱，作战半径远超同时代对手，最大飞行速度达到 2.5 马赫，正常作战时也能轻松突破阴障，被誉为天生的拦截者。F-15的每一项性能数据都是对空优战机4个字的极致注解，推重比、航电、机动、火力，每一项都是顶流配置。它不仅让美国空军重夺制空权，还成为全球空战技术竞赛的天花板。飞行员喜欢说 F-15不是飞机，而是一架装了机翼的2台发动机。另外 F-15一上来就装备了 M16火神机炮，这其实是吸取了越战的教训。上一代战斗机因为没有机炮，在近距离空战时吃了大亏，所以这次绝对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但 F-15真正的传奇，而是它在实战中零被击落的神话。如果说技术指标是 F-15的硬通货，那么它在实战中的传奇战绩就是全球军迷圈永远绕不开的话题。你很难想象，一架1970年代首飞的战机服役至今近50年，被敌机零击落，这才是真正的空优神话，也是所有战斗机口碑排行榜的终极王者。F-15第一次震撼全球的是在中东的天空。1982年6月，以色列空军在加利利和平行动中出动 F-15和 F-16对叙利亚空军发起大规模空战，这一天被称为鹰之日。以军 F-15仅用1天就击落29架叙利亚米格21、米格23，自己无一损失。经典空战录像传遍世界。F-15锁定、发射、命中的节奏让同行胆战。飞行员回忆，只要雷达锁定 AIM-7 和 AIM-9 导弹几乎弹无虚发。这一战让 F-15等于制空权的认知写进了军事教科书，也成就了零被击落的神话序章。美军 F-15同样战绩辉煌，无论是在冷战欧洲、海湾战争还是伊拉克空袭， F-15都担当美军制空第一道防线。1991年海湾战争， F-15C 出动200多架次，
击落伊拉克飞机39架，无一损失。1999年科索沃行动，美军 F-15同样实现零损，成为空战零容错的代名词。美空军飞行员喜欢这么说：只要鹰在天空，对手基本上就放弃了空中格斗。F-15的零被击落，不仅仅是数据漂亮，更是战术与技术的共同产物。先进雷达航电让 F-15常常是先发现、先击杀，根本不给敌机反扑机会。高推重比、极限机动性让鹰可以在任何态势下规避危险，迅速脱离。飞行员经过严苛训练，配合 E-3预警机、地面引导等体系化作战，把安全系数拉满。F-15飞行员中流行一句话：如果你能在空中看到 F-15的屁股，说明他是故意放慢了速度。以军老飞行员称，鹰能赢不是因为快，而是因为你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出局了。F-15战史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瞬间，就是那场断翼返航事件。1983年，以色列飞行员在一次空中格斗中，被米格21撞断了右侧一半机翼。按常理说，这应该直接失事坠毁，但 F-15凭借超强动力与结构强度，竟然奇迹般的安全返航，还顺利降落。地勤看到那一幕直接惊呆，照片流传至今，甚至成为硬核战机的第1名。截止目前，全国 F-15系列总计击落敌机100多架，自身无一架被敌机击落。这一记录至今没有其他机型能够挑战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军和以色列空军内部， F-15被当作空战王者信仰式的存在。地勤、飞行员、军迷都能以接触 F-15为荣。F-15用接近半个世纪的实战成绩，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参数上的怪兽，更是空战舞台上名副其实的传奇王者。但传奇还没有停下脚步，下一个时代 F-15又迎来了升级重生。让我们看看 F-15EX 等新版本如何让这只老鹰持续飞翔在21世纪的天空。谁能想到，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 F-15鹰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，反而在数字化浪潮下迎来了新的巅峰。这只空中王者正在用一次次的升级，证明自己仍然是21世纪制空权的中坚。F-15EX 是波音为美国空军量身定制的超级鹰，它继承了原有平台的高推重比和大载荷，同时融入了最新的航电、雷达与数据链 APG-82 有源相阵控雷达，探测距离更远，抗干扰更强，全数字座舱、超大显示屏、最先进的数据融合，让飞行员能够在信息爆炸的现代战场中所见即所得。开放式任务系统 F-15EX 可以快速适应新型武器和电子战装备，支持未来导弹、无人僚机等模块化扩展。F-15EX 被称为空中武器卡车，它能外挂最多22枚空对空导弹，是同级别战机中的导弹天花板，可以携带远程空对地巡航导弹，对付防区外目标，极大扩展了战场角色。F-15EX 的服役意味着美国空军在隐身4代机 F-22、F-35与高性能3代半之间建立起多平台、多功能的新制空体系。在高低搭配理念下， F-15EX 作为硬核火力担当，配合隐身机的突防、指挥、电子战等能力，构建起信息化、网络化的空中作战集群。不少分析认为，未来很长时间里 F-15EX 都将是美军空中力量的战术中枢和火力支点。除了美军， F-15系列还在以色列、日本、沙特等多国服役，升级改造持续不断。这些国家纷纷引进 F-15SA、F-15G 等本地定制版，加装本国雷达、电子战系统、武器，进一步强化各自的空优实力。这也让 F-15成为全球空战体系中服役最长、战绩最辉煌、技术迭代最活跃的常青树。军迷圈有个 F-15还能飞多久的梗，有飞行员打趣说，只要地球上还需要制空权，就还需要一只鹰。波音官方甚至公开宣称， F-15EX 平台设计寿命可达2万小时，理论上可以一直服役到本世纪中叶。从米格25胡服引发的危机，到数字化时代的 F-15EX， 鹰已经飞过了半个世纪，却依旧傲视天空。它不仅是一台战斗机，更是几代空军的精神图腾和技术坐标。无论制空、
火力、平台协同还是升级潜力，F15都让世界见识了什么叫长青王者。而关于 F15的未来，你觉得它还能飞多远？下一代空战王者又会是谁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我们一起见证下一个传奇篇章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